company is not your life. Correct， 他们只是一个公司，没有你，他们有下一个。Thank you next。哇，很 debatable。Hello， 欢迎收看 Gen Z Decode， 我是 Xin，I'm Isabel， 我是 Tiffany。I'm Jane。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职场道德。越来越多 Gen Z 步入职场了，对吗？然后很多人都对 Gen Z 有很不好的印象，说 Gen Z 没有很好的职业道德啦。你们会这样觉得吗？我不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 blanket statement 讲，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 Gen Z。Even 我有些来 intern， 他们还会努力，还会用功，他们比较大胆，比较敢沟通，敢跟你的上司讲，来，我有东西要跟你bounce it off with you 吧。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会想说，我要是讲错了怎么办？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是我觉得我们会没有很 care 这些。那你们觉得自己本身的工作风格是比较偏向 Millennial 还是 Gen Z？ 哇，一定是 Millennial， 因为我开始上班的时候，我的周围都是 Millennial 了。我开始做工的时候是跟 Millennials 做工，所以我觉得我会比较像 Millennials。我一定是比较 Gen Z，而且我 embrace it。哇哦！可能因为我第一份工是在一个 startup， 然后我们 Gen Z 蛮多的，所以一开始跟他们就很 work-life balance，6点就要下班，晚一点来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调查当中就是问他们说，年轻人就是 Gen Z 有不好的职业道德吗？有72%的人其实是反对这个 statement，所以他们是觉得 Gen Z 是有好的职业道德的呀。所以你们会惊讶吗？说那么多人其实是不会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但是也是要看你怎样定义什么是不好的职业道德。因为有些 behavior 可能我们是觉得 OK 很好，你就继续这样子做，继续分享你的想法，敢于去跟你的老板，比如说碰撞的 idea。但是可能对于稍微老一辈的人，他们会觉得哇，你好没有礼貌，是蛮 surprising 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在我们的公司那些有时候很像吃 lunch 的时候的那些人会讲这些东西，是个好的东西啊，72%，因为跟你说的一样，他们没有说不好，只是不一样。所以就是大家对 Gen Z 的工作风格都是有一些 stereotypes 的，所以其中一个就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和以个人利益为主，所以我们就问了大家说，有多少人会优先考虑自己而不是公司？所以有78%的年轻人都说他们会优先考虑自己。Oh yeah， For sure， yeah， 是应该的。Actually， 你们 Millennials， 你们也应该这样子。对，Your company is not gonna like。Company is not your life。Correct， 他们只是一个公司，没有你，他们有下一个。Thank you next。哇，很 debatable。为什么你觉得 debatable？ OK， 我同意。我 understand， 如果你觉得 OK，don't work your life for 这个 company， 因为不是你的公司嘛，你又没有 shares， 为什么要做到要死这样？可是我也觉得 from manager 还有老板 ，OK， 我不是老板如果我放我自己的老板还是 manager point of view， 我要一个 team that have the same goal， 一起 strive，then 会有 initiative， 所以你要喜欢你的工作啦，then 你会帮我的公司来打工也是，但我也是 treat 你好这样咯。我觉得是你怎样看。对，我有一个 manager 那时候他跟我讲，就是我现在的朋友啦，他讲我不会因为老板而留在这个公司，还是因为那个公司我很爱这个公司才留下。我要先看我自己的 opportunities， 因为那个 harsh reality 是你的公司不会先想到你，对，他们会想自己先。可是如果你的态度就变成很像不会为公司付出太多，然后只愿意做 bare minimum， 你们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bad wedding 吗？这个 yes， 因为我们的 survey 就是有63%觉得这个算是 bad wedding， 只有20% 觉得他们会这样做。其实多数人是不觉得他们会这样做的啦。因为如果你其他的 teammate 都给 100%， 你给 50%， then 你是个 liability 来的呀不好诶。你们觉得 Gen Z 会 quiet quit 吗？ Gen Z 啊，还是 actually Millennials 比较多？呀，大多数我看到的 quiet quit 是 Millennials 还有 Boomers actually。也是因为 Millennials 还有 Boomers 是 in the company longer 嘛，所以他们已经在那边很久了，所以他们觉得已经 jaded 了。如果你是 Gen Z， 你已经 quiet quit 哦 ，then 你可能就不要做工了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可能可以考虑下一个 career path。刚刚开始嘛，你为什么会 quiet quit？ 大多数的 Gen Z， 我觉得他们如果有那种环境，他们不喜欢还是不习惯，他们会走，他们会辞职，就 quit， 对，他们就 loud quit and then move on。Yes, exactly。比较 controversial 的就是like you only do what you are paid to do， 就是来你给我薪水多少，我就做到一定的那个工作，然后我就不要做了。你们会这样吗？所以我在想这个 pay do what you are paid to do and bare minimum 是一样吗？
我在一份工的时候，我的老板辞职，我老板是 director，我的顾客他是 director level， 应该是 director 跟 director 讲话还是 liars 的嘛？因为我的 director 已经走了，就是剩下我，所以我跟这个顾客很没有礼貌。可是我每天就是一直被这个顾客骚扰 ，OK， 打给我啦，8点9点一直打给我的，然后一直 chase 我的，但我就没有老板在 CC 嘛。我现在是 reporting to 我的很像 global director 那种 level， 所以所以如果没有东西，你就不要去打扰他。对，就是有一天我真的在家里这样子很 sad 我的 tear drop just that， 我还想哇5分钟我要 dial into 我的顾客的 call 了嘛，然后那时候我在想。This is way above my pay grade. Like, why am I doing this? 为什么要哭啊？为什么要做到这样？然后我就下一天我跟我的global director 讲，you settle 啊。然后他就讲，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讲？为什么你这样久才跟我讲吧？然后我说，actually why 啊？为什么？So to me， 我已经尽力了。这个不是 bare minimum， 这个是真的。有时候 you know what your pay and you know what is your scope。可是就是 millennials 可能会觉得说，Gen Z 就是要多一点薪水才愿意做多一点工作。可是 millennials 可能就会觉得说，他们要做多一点工作才会加薪，得到那个薪水，对吗？他们的那种想法，我会 agree with millennials 想法。因为如果你没有 proof 给我看你能做到这个工作，为什么我要给你多一点钱？ But Gen Z 会讲，你没有给我这个杯，我怎么给你看这样？那比如说 OT， 你们愿意 OT 吗？如果是那种大家都在 OT， 那你也 OT， 那我不会。但是如果真的是我要完成我分内的事情，那 OK。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公司，还是老板，还是经理，你看到there's this pattern of 你的colleague 还是同事还是 employee 在 OT without you asking，then I think as the company 你应该做东西也是。I think 那个 mindset 要 shift， 就是 OT 不等于用功，不等于你很好。我们的 generation 会很这样让每个人觉得 不是应该的，那个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你觉得年轻人很会推工作吗？就很会想，不会想过噻。我就是我 try， 我喜欢讲我 try。对，我讲 OK， 我 try。但是你万一 OK 了，你不可以怎么办？你再反过来跟他们讲。可是 after that 我讲我 try 吗？说我 try， 但我现在不可以，我会跟你讲，现在不可以。At least 我 try，I tried，you know。因为你们比较像 millennial 的工作 style，right？比较 Gen Z 的你会我会说你让我想一下。对，我会想一下，我不会马上说 no， 但是我跟他说我跟你讲，现在我在做这些，然后如果你可以给我多几天的话，我可以做，但我不会说 no， 我会说你让我看一下。你是一个很 firm Gen Z， 你会 Yes，let me see。有些 Gen Z 是I think I can try 了，不去哭。所以另一个关于 Gen Z 的 stereotype 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比如说他们感觉精神不佳的时候会选择休息暂停工作，所以我们的 survey 当中有65% 的年轻人都会有这样子的表现，但是他们并不觉得是一个不好的 work ethic。我有跟几个啦 Gen Z 做工，就有些就很容易很 bad 这样讲，他们有些真的是吃不起苦。就有一点 tough 他们整个就崩溃了，整个就很像哇，不要做了，不要做。I put the mental health card。对，然后就I'm so stressed，this is 太过分了这种东西。可是每个人会比较拼吧，你要完成一个 project， 当然会有一段时间很凶，一段时间你很 stress，可是你要自己。怎样 manage 嘛？因为不可能每一个 stress point 你就来我这边讲，我很 stress， 我不可以。那我自己也是 stress。对，我的想法会是，但我自己做咯。那你觉得是一个不好的职业道德吗？哇，很难讲，因为 mental health 你不可以算吗？你3天还是5天会好？我不懂你几时会recover。所以如果你真的 gonna take a break from your work because of mental health， then 我当一个经理还是老板，我会想 OK，then 你的 work 我会怎样去找人 cover。Not say 不好吧，如果你可以尽一份力 try to manage 一下会比较好啦，不要 give into mental health no more easily。But I'm not trying to invalidate your emotions also 啦，你要自己 manage 所以这个很难讲也是。但另外一个就是比较 Gen Z 比较常见的工作表现，有66% 的人觉得他们比较喜欢发短信而不是打电话。Yes， 我会非常喜欢发短信。为什么？因为你 got time to process。有时在 call 你，有时
我这样啊，你没有 time to process。可是如果text 还是 email， 还可以去 check，then get back。你可以maybe like change my word structure a bit, sound nicer. ChatGPT first. Yes， 讲一些好话 phrase， then OK， 发出去。你们觉得是不好的 work ethic 吗？还是我觉得打电话我觉得就是 prefer texting？ texting，no， 我觉得呀是 preference， 还有看也是要看情况。如果很 urgent 的话，一定是打电话。把你打给我，我不会嘎啦。呀我不会来But 有时候 text can be read in the wrong. Yes, That's the 可以 problem. 听不到人家讲话的时候什么语调语气对，那你自己想哇，why so rude？ 什么放 full stop， 呀不是一个 squiggly line。那个 emoji 现在又开心不开心？对啊，其实真的是，所以有时候 text 会比较容易误会。对，那另一个关于 Gen Z 的 stereotype 就是他们比较 vocal 啦，然后也不怎么注重阶级，所以我们就是有问他们说，他们敢于去质问还是挑战他们的上司吗？有46%，差不多一半的人说他们是敢的。这个我觉得要看你的工作环境，还有你自己的团队。Personally， 我们的 team structure 是 very very flat， 然后我的老板，我的 big boss 是一个非常 Gen Z minded or likes to think that he is. No， 是一个 millennial， 但他每天 scroll TikTok， 然后会每天会讲我和你们 Gen Z 很像，所以就是一个 very very fun environment。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 challenge my boss， 但是我的前份 agency 虽然是一样的 industry， 但是我老板是非常非常严厉，那个我真的是不敢 challenge 了。那你们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bad work ethic 吗？就是只有17%觉得算是不好的啦。没有，我觉得 OK 啊 ，It's good to challenge one another。但有时问的时候不代表是个坏事，是 maybe to help understand 他们的 perspective。有时候我觉得也是你怎样问。啊你怎样挑战？所以挑战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可是如果你要会 read the room， 是吗？如果你的老板他在讲话，等你突然间讲you're wrong， 当然你不应该这样子，挑战你也是要会。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EQ，你要会看情况、看人。那你们会比较想跟 Gen Z 还是 Millennial 工作？哇 ，That's a hard one。我要一半一半，我也要一半一半。哇，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是有一半的人想跟 Gen Z， 一半的人想跟 Millennial。哇，it's really 一半一半。哦，我真的要一半一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 agree to how some millennials work。Then for Gen Z， 我需要 Gen Z， 因为不然如果我在一个公司全部都是 millennial， 那我就没有一个 Gen Z to relate to 还是讨论东西，那没有人 support我的 idea 这些。我在一个 company full of Gen Z，then 我就觉得很难voice out 也是，就是不可以有 one type in the whole company 要有不同啦。我会想要有 millennial 做我的上司。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可能跟年龄还有工作经验有关啦。如果我全部都是精英，每个人how to do I don't know Google 就 it's okay slay queen 就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上升。当然不是说 Gen Z 不好啦，你们可以共同进步嘛。但是你要是想要，如果你在这种公司里面想要往上爬它的楼梯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好的领导人可以给你好的 guidance 是很重要的。但你很难去指望 Gen Z 来给你好的 guidance 嘛，毕竟他们自己的工作经验也是很有限的。你会觉得 Gen Z 很难 manage 吗？很难You're saying yourself 啊。Yeah， I talking about my own people OK， 如果你叫我选 manage millennials 还是 Gen Z， 我 rather manage millennials， 因为 millennials 你叫他做什么，他会做什么。可是 Gen Z 会 No questions challenge，so it's like I cannot deal with my own self。You get yeah？ 如果我要面对多5个 Isabel 那哇死定了，一直问。那对于就是正要步入职场还是刚刚步入职场的 Gen Z，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你们要，我们是 Gen Z， 对，我觉得我们要要注重长辈 ，respect is very important。那就长辈 respect everybody。 everybody 自己的 Gen Z 也是看 read the room， read the room, have EQ, don't be too quick to speak. Don't If it's your try to be new quirky and funny 最重要是先 observe 先才 action。action。对，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你要学一下怎样去为身边的人着想，也是，然后站在别人的角度去帮对方着想。If can go beyond a bit, go. Yeah, don't not my job scope. Let's try 啦，你会怎样？还有网上很多内容，它都是有 overly dramatic，就可能是人家会讲 Okay, I'm not doing work today.
David 开场到feeling 拜，这种很多东西它是假的，是全部是来开玩笑的，对，是内容，什么真实生活中其实不是这个没样子，有这样的东西啊，没有 shut down that talk，bye I'm off， 对 boss I'm doing anything， 没有这种东西啊。哇，所以讲了那么多，我觉得就是 Gen Z 有 bad work ethics 吗？我觉得不一定，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的不同的工作风格，对吧？然后我觉得重要的是，因为 Gen Z 步入职场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学会怎么跟大家沟通。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